大家好，这里是土拨鼠杂技的 YouTube 频道。在上期节目里，我已经向大家介绍了质量的奇妙之处。今天我们就再来聊另一个烧脑的话题——引力。您肯定听说过引力，它能控制天体的运动，能制造黑洞，甚至能让苹果掉下来砸到您的头上。这些都是引力的功劳。但是如果您仔细地想一想，您真的了解引力吗？引力到底是什么？它又是怎么产生的呢？虽然引力在我们的宇宙中是普遍存在的，但是如果您把它和强合力、弱合力、电磁力等其他几种基本作用力比较一下，您立刻就会发现，引力和其他几种作用力是非常不同的。首先就是引力非常弱，在4种基本作用力中，强合力最大。如果我们把强合力的大小定义为1的话，排在第2位的电磁力大约只有强合力的1%，而排在第3位的弱合力的大小只有强合力的1/10000000。但引力和它们比起来就要小的太多太多了，引力的大小只有强合力的10^39次方分之一。如果仅从这个比例关系，我几乎无法向您描述引力到底有多小。但是您可以这么想，您拿把梳子梳几下头，梳子上带的静电就能把小纸片吸引过来，就这么一点点电荷带来的电磁力，就能让小纸片克服巨大的地球产生的引力。引力之弱可见一斑。引力和其他几种基本作用力的第2点不同就是，引力仅仅表现为相互吸引，而其他的基本作用力只要条件合适，是既可以表现为相互吸引，也可以表现为相互排斥的。以上2点还仅仅是引力在宏观上表现出来的怪异之处。如果您站在量子力学的基础上来看引力，引力就更加怪异了。我在上期关于质量的节目里曾经向大家介绍过，电磁力是通过光子来传递的，弱合力是通过 W 玻色子或者是 Z 玻色子来传递的，强合力是通过胶子来传递的。因此在量子力学的世界里，力是通过量子来传递的。但是引力是通过什么来传递的呢？尽管经过不停的努力，科学家们到现在仍然没有找到传递引力的量子。不过他们倒是预先给这个量子起了个引力子的名字。在我的上期视频，我还向大家介绍了杨米尔斯规范场，它能将强合力、弱合力、电磁力用统一的方程来表达。但是当遇到万有引力时，杨米尔斯规范场就无法发挥作用了。看到这儿，您可能会感到困惑，引力虽然怪，但是它这么弱，我们为什么不能把它忽略呢？答案是，在巨大的尺寸和超大的质量的情况下，引力就会变得非常非常重要。在4种基本作用力中，强合力和弱合力都是短程力，一般只在亚原子尺度上起作用。在宏观上，我们是看不到强合力和弱合力发挥作用的。电磁力倒是长程力，但导致电磁力的电荷却有正负2种，产生的力也是既有引力又有斥力。因此宇宙中几乎所有的包括星球在内的宏观物质，如果不是电中性的，就一定会在强大的电磁力的作用下发生不断的调整，最终都会以电中性的形态存在。所以您很难在这个宇宙中找到一个自然形成的宏观物体，它整体是带正电或者是带负电的。既然宏观的物体都是电中性的，相互之间也就不存在什么巨大的电磁力了。但是引力就完全不一样了。还记得我前面介绍的引力的第2个特点吗？引力是个单向作用力，它只会使物体相互吸引，而不会使它们相互排斥。这就意味着不同粒子之间的引力永远不能抵消，而是会一直的叠加下去。既然宏观物体之间的电磁力总体上大体为0，而强合力和弱合力又因为是短程力，无法在宏观发挥作用，那么在宏观剩下的就只有引力了。这就是引力在行星和恒星的尺度上成为主要作用力的原因。事实上，引力这么常见，我们之所以能够站在地球上而不会被地球甩向太空，
就是因为引力。如果没有引力，就没有恒星，也没有行星，整个宇宙会变成一团黑暗、充满尘埃和气体的混沌世界，自然也不会存在什么生命了。对于引力，广义相对论曾经有过一种解释，他认为引力是时空扭曲的结果，而并非真的有这么一种力存在。关于这点，有这样一句非常简单的话来描述，那就是物质告诉空间怎样弯曲，空间告诉物质如何运动。就比如地球绕着太阳运行，广义相对论就认为，地球之所以围绕着太阳运转，而没有飞向遥远的太空，并不是因为地球被某种力给困在了太阳的轨道上，它围绕着太阳运转，是因为太阳周围的时空被太阳以某种方式弯曲了。地球在这个弯曲的空间里，以为自己是在沿着一条直线运动，但实际上它是在沿着一个椭圆运动。在这儿还有一个常规的比喻，就是把空间想象成一个有弹力的橡胶膜。当你把太阳放上去的时候，这个橡胶膜就会整体的向下凹陷，然后你在上面滚动一个小球，小球本来应该是沿着直线运动的，但是当它来到太阳周围的时候，因为橡胶膜被弯曲了，这个小球也会成一个弯曲的弧线来做运动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并没有某种力拽着这个小球，让它绕着太阳运动。当然，这只是一个比较直观的比喻，实际上真实的情况是要用数学来描述的。这样一来，引力质量就不再被看作是某种粒子所具有的特性了。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成功地检视了局部引力、宇宙尺度的引力，以及在很多太空中奇妙的现象。我们现在广泛使用的 GPS 系统也是广义相对论的产物。但是奇怪的是，我们却无法用量子力学理论来解释引力。量子力学是目前能够同时解释所有物质、粒子和3种基本作用力最好的数学框架，但它却解释不了引力。前面我已经提到过，如果想用量子力学来解释引力，就要找到那个用来传递引力的量子，引力子。遗憾的是，这到目前还没有被发现。在科学家们看来，既然量子力学如此完美，那它应该也能够解释引力。因此，无数科学家就在不断的努力，寻找把广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统一起来的方法，或者说寻找将引力纳入量子力学体系的方法。但其实，广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真的是很难统一在一起。有一部分原因是，他们是从完全不同的2个视角来理解这个世界的。量子力学把空间看成平坦的背景，也就是空间是不会发生弯曲的，而广义相对论则认为空间是动态的、有弹性的，是一个事物。再往深层次讲，广义相对论看待引力，认为它是一种现象，是一种时空弯曲的现象，而量子力学看待任何力都是在空间中飞来飞去的量子造成的。量子力学科学家们坚定地认为，如果我们的宇宙中除了引力之外，所有的东西都是符合量子力学的，那么引力同样应该遵循量子力学的规则。可惜的是，直到目前还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引力子是真实存在的。总之，在量子力学科学家们看来，引力存在着很多谜团，他们不会让这些谜团永远的就这么存在下去，他们总想做点什么。其实想解开这个谜团还真的有几种办法，其一就是在黑洞的内部。大家还记得电影《星际穿越》吗？男主不就是进入了黑洞的内部，把黑洞内部的数据传给了外面的女儿，让女儿破解了引力方程吗？其实电影的科学顾问基普索恩想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。想破解引力奥秘的另一个去处，就是宇宙大爆炸的起点。但其实不论是黑洞内部还是宇宙大爆炸的起点，研究起来都是非常非常的困难。黑洞我们可以进去，但是进去了就出不来了。宇宙大爆炸的起点又离我们非常非常的遥远。您可能经常听说，我们的科学已经研究到宇宙大爆炸刚开始之后10的负多少次方秒了。人们之所以这么较真儿，
一定要无限地逼近宇宙大爆炸的起点，就是因为要通过对它的研究来尝试统一量子力学和广义相对论。第三个有可能揭开引力谜团的，就是通过观测黑洞的碰撞来获得所需的数据。还记得那位基普索恩吗？他不就是通过观测两个黑洞的碰撞而发现了引力波吗？想要找到引力子，很可能也需要这样的机会。但是即使有了黑洞的碰撞，想观测到引力子也并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。要知道，引力是非常非常弱的。我们知道，想观测到中微子已经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了，但中微子对这个世界的作用力和引力子比起来，那要大的太多了。人们通过计算发现，即便是在黑洞这样的强放射源附近，我们也需要像木星这么大的接收器，才能够每10年探测到一个引力子，前提还是引力子真的存在才行。说了这么多，我们最终的结论就是引力是很特别的。至于它为什么这么特别，我们真的还不知道。也许引力本来就是特别的，科学家们希望找到一个大一统的理论，让所有的力都遵循一个基本的原则。但也许这个宇宙就是这样设定的，没有人规定引力必须和其他作用力相似，我们也不一定非要找同一套理论来解释所有的力。我们对于宇宙中大部分的原理都还不清楚，很多时候我们的假设是会被推翻的，或者某些理论只适用于某个特殊的情况。也许引力就是和我们所看到的其他东西不一样。在节目结束之前，我再向大家介绍一种对引力的猜想。有的科学家是用额外的维度来解释引力为什么这么弱的。这些科学家认为，引力弱小的原因是因为它被稀释到了其他的空间维度去了。这些维度非常微小，而且是封闭的，形成了很多我们看不见的微小环路。如果把稀释到其他维度的引力也考虑进去的话，引力的强度就会变得和强核力、弱核力还有电磁力一样的强大。总之，揭开引力的神秘面纱，对于我们理解我们所在的宇宙是非常重要的。引力是唯一可以在宏观尺寸上发挥作用的力，这就意味着它是决定宇宙形状和宇宙最终命运的关键作用力。我们也是通过对引力的研究才发现了暗物质和暗能量的。好，关于引力，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里。不知道您在听了之后有什么别的想法，欢迎您给我留言，咱们可以一起讨论。在节目的最后，我提醒您，请您订阅我的频道，打开小铃铛，这样您就能收到我节目更新的通知。同时也欢迎您转发、评论、点赞。咱们下期节目再见。